好，我们是双胞胎豆豆狗狗。最近那感觉是一大波电视剧在开播和待播的路上让原本陷入剧荒枯水期的豆果突然就有了生机。虽说因为疫情总是待在家里会觉得有一点闷，但是宅在家里看轻松下饭的小甜剧真的就是保持心情舒畅的财富密码，朋友们。所以呢，今天豆果就来给你们安利一部甜度满分颜值在线的小甜剧贺先生的恋恋不忘。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员阵容。男主是魏哲鸣，没错，就是我们之前安利的那部《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的张思年，以及前不久《山河令》中的七爷，颜值这块就拿捏得死死的。女主胡一贤之前出演过《离人心上》，典型的甜美长相就很讨喜而且她大学学的是会计，非科班出身的她演技真的比某些专业演员都好太多了。这里没有拉踩，请不要对号入座。在贺先生的恋恋不忘这部剧中呢，讲述了贺氏集团 CEO 贺乔燕和儿童心理医生秦以月开展了一段先娃后爱的爱情故事。听听这个设定，小甜剧的标配霸总，这不就来了吗？可谓霸总人设年年有，高冷多金最上头。一不小心还整押韵了呢。然而贺先生的霸总和普通偶像剧的霸总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男主的设定居然是一个带娃奶爸。当然了，这个小可爱名叫小宝，他呢不是男主的亲生儿子，而是男主哥哥的儿子，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父母，产生了应激反应，所以不再开口说话，并且性格孤僻。男主贺乔燕人前是高冷的商业精英，对待工作可谓一丝不苟，雷厉风行，而人后居然是一个只听儿子小宝话的奶爸，这是什么可爱的反差萌啊！女主秦以月是一名儿童心理医生，电视剧开篇呢就明显感觉到女主有多水逆了，帮前男友交房租、付车子首付、掏留学中介费，就连前男友的获奖论文大部分都是她写的。然而那又怎样，终究还是错付啦，惨遭渣男劈腿不说，渣男前男友还要拿着女主写的论文去拿奖。那篇论文90%都是我写的，第一作者不是你这怎么能忍呢？所以喝多了假酒的气愤女主就立刻想要去找渣男理论，而另一边呢，恰巧奖项是要由男主来颁布，所以就开启了这命运般的相遇。在去找渣男的途中，女主意外遇到了被陌生人团团围住、焦躁不安的小宝，所以凭借自己儿童心理医生的职业，成功虏获了小宝的信任，好感度疯狂 up。不仅如此，酒精上头的女主还意外邂逅了男主。你们以为偶像剧中初一邂逅的因素肯定是有那种什么逆光啦、心动啦、一眼万年啦之类的，并没有。喝多了假酒的女主因为光线太暗，误把男主当成了前男友，直接按在储藏室里给暴打了一顿。看到这里其实还挺想吐槽的，因为女主这个醉酒还挺会掐时间的哈。在拉扯的途中，女主的头发因为卡在男主的领带上，所以这个诡异的姿势正好又被男主掉在地上开直播的手机给拍下来了。就真的迷之角度，这种既尴尬又社死的画面就直接直播给了全网观众，并且还成功上了热搜。而被女主暴打的男主在听到她说论文的作者不是自己接下来要颁奖的对象时，周思雅，特斯恩的论文我不眠不休，隔着时差大半年帮你做的，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篇论文的第一署名不属于你。只要那个姓贺的老板有点脑子，他一定会撤回这个奖。也直接在颁奖典礼上毫不犹豫取消了渣男的奖项。其实说实话，第一集这个剧情我们觉得有点不可，甚至在这里关掉了电视剧，因为我们觉得单凭一个醉酒人说的话就这么操作会不会有点太但是你问我们都关了，为啥要安利这部剧呢？因为本着公正客观的态度，想着起码看完一集再做评价吧，于是就这样在坑底躺平了。真香！因为女主救下小宝的原因，又因为小宝要去看医生，所以命运般的缘分再次降临。真的，每次镜头一放到小宝，我们立刻姨母笑。这是什么角色小可爱，真想掏个麻袋带回家。喂，你不对劲。然而男主误会女主想要碰瓷讹钱，没想到的是女主居然只要200块来补偿去修头发。开个价吧。200。 200块，
是在嘲讽我。我们女孩子头可乱，血可燎，发型不能乱。还成功让自闭的小宝打开了一点心扉，想要和女主成为朋友。回到家后，甚至还要向自己的爹地耍横，想要女主来当自己的私人医生。秦医生，你想让秦医生来家里当你的医生？本着小宝想要就要实现的原则，作为霸道总裁的男主只能舔着波脸去求女主了。女主表示，曾经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不好意思啊，何总，我觉得我受到了冒犯，不想再看见你，请你离开。为了小宝，男主真的豁出去了，投其所好，展开了强攻。看女主爱看的言情小说，这些男主角，10个扑克脸，9个神经病。你还别说，跟你还挺像的。送礼物，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英雄救美，还和小宝一起亲手做了蛋糕送给女主。OK， 大功告成。因为堵车，为了赶时间，父子俩还坐上了公交车。结果，后来女主在得知小宝不开口说话的真实原因后，终于决定帮助小宝。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不许反悔。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女主就把自己也坑进去了。前男友的绿茶女友故意邀请女主去参加医院大楼落成的宴会，还说自己的院长爸爸还要宣布男友晋升为主任医生。哇哦，就真的绿茶气息扑面而来呢。女主表示，我不仅要去，还要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去。姐今天穿的不是裙子，是黄金战袍。哎，就是玩儿。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大楼落成的宴会就是为了庆祝男主给医院买了个楼。快把贺总有钱打在公屏上！看到贺总出场，绿茶女想要当面羞辱女主，所以故意找屁事贴到之前2个人直播上热搜的事情，想让女主难堪。说，哎呀，虽然贺总对外宣称单身，但是真爱是无价的，祝贺2个人的爱情，不啦不啦不啦。想看男主贺总跟女主撇清关系，在众人面前丢脸。为了碾压他的前男友，给这个绿茶一个难堪，男主竟然掏出了15克拉的鸽子蛋，当面求婚，教女主打前男友的脸。干什么？我现在在教你怎么打前男友的脸。那就是在前男友的现女友挑衅时，他一个比他更优秀的新男友出现。那就多谢何总，江湖纠结了。你以为甜甜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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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秦医生可不是这么容易攻略的。但是没关系，我们的总裁奶爸还有一位最强助攻，那就是小宝本宝。别看小宝年纪小，但是丝毫不影响那种从小就有的霸总气质。不仅要女主当自己的医生，还要他当自己的妈咪。你要我当你妈咪？不过谁能拒绝这么软萌可爱的要求呢？还为了让男主帮他赢得女主当妈咪的机会而破解了电脑密码。用男主的话来讲就是：你竟然给我破解了！龙生龙，凤生凤，我这儿子生下来就成码农。为了助攻爸比和妈咪，小宝各种煞费苦心，比如挑选去玩恐怖密室，让他们独处。想象中是这样的：我好笨哦，什么都不会。好了，交给我吧。这样的，你好厉害啊！我好崇拜你哦。还有这样的。去吧，我在你背后呢。结果男主秒解锁，密室体验感直接归零。都不知道你怎么毕业的，你怎么这么笨？你严重破坏了我的游戏体验。以你的智商，天黑都出不来了。就真的，宝总表示带不动带不动呀。在跟女主的相处中，小宝也渐渐打开了心扉，第一次叫了妈妈。妈妈。真的看到这里，既感动又欣慰。原本女主非常介意小宝在公共场合喊她妈，不要叫我妈咪。但是看到小宝被其他家长小孩欺负说是哑巴的时候，也超级解气，站出来主动承认自己是小宝的妈咪。我告诉你，我就是他妈。你家孩子不懂礼貌，还不让人帮着教了？我跟我家孩子说过了，对于不讲礼貌的人不用讲礼貌，
也请你积点口德，别好好的一个孩子被你给教坏了。这里胡一璇的演技真的很让人有共情，短短的一段戏也忍不住想要让人跟着飙泪。不过呢，后续也是超多一家三口的沙雕搞笑甜甜的剧情，比如女主带小宝吃螺蛳粉，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怪味啊？我放屁了。一起和小宝捉弄男主。我可太喜欢这种先娃后爱带爹追妈的设定了，毕竟一个合格的小甜剧，男女主颜值在线，剧情搞笑加下饭，讨论度达标， CP 粉满意，就已经算得上成功啦。那么今天这部另类小甜剧就安利给你们吧，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小伙伴赶紧点击订阅哟。喜欢这支影片不要忘了点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么豆豆果果就下期影片再见啦，拜拜。